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由于11出游的原因啊，所以今天晚间更新的时间稍微有点晚，但是我们刚好看到了美股在这一时间段开盘。那么美股开盘之后呢，迅速下跌0.59%之后呢，快速反弹。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依然看到美股是略显弱势。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在33000点附近是存在筹码密集区的。这一筹码密集区呢，来自于22年11月到23年5月，长达半年时间的震荡过程。所以呢，在这个筹码密集区附近反复震荡之后呢，我认为会有一定的反弹。原因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洗偶，分别有悟空阴线啊，标志性的下跌阴线、悟空阴线出现之后，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那一组日线级别下跌洗偶完成之后，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洗偶之后有可能发生的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因此呢，虽然今天美股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0.59%，但这个位置可能会走出一轮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股的下跌和反弹直接影响到了比特币在小日线甚至在分时上的震荡行情。我们把时间调到15分钟级别就可以看到，这轮行情美股在9点半开盘之后，比特币迅速跟随美股出现下跌，然后美股的反弹呢，直接也带动了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急速上涨。因此呢，这轮行情我认为美股是主导比特币微观时间段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放大一下，放大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本轮行情是由一个收敛三角形运行完毕之后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白色线和红色线和下方的这个红色线是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突破性的变盘。同时呢，这轮行情变盘上涨的原因也是我们每年一度的比特币月记得历史数据显示的是80%以上的比特币月都会有一轮上涨行情。毫无疑问本轮10月份的比特币月行情大概率也会继续上涨。那么今天是10月6日，已经11假期过去了，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冲之后出现回落，28000美金这个位置上是多重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就可以看到上方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同波谷连线构成的压力线，同时存在于28000美金，所以呢，连续几个交易日一直对这个压力位进行突破，但反复震荡又重新回来。回来之后呢，我们看本轮行情最大的几个痛点就是首先我们看前面行情6月份的上涨趋势过程当中，26000美金到31850美金这样的一个急速上涨区间，我们看到了下跌方向进行了第一轮回补、第二轮回补，目前走出了一个第3轮回补。3轮回补完成之后，突破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同时上方6月22日至8月16日这条波谷连线，注意看这条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重新回来下来。回来下来之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就是上方红色线和下方红色线，它的一个震荡区间大概是在28000美金到26500美金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构成了未来比特币可能运行的一个趋势范围注意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很多时候都是讲一个范围性的攻击，这种范围性的攻击呢，是一个平面的2维的思维。我们知道波浪理论一般来讲是5浪上涨，1浪上涨，2浪下跌，3浪上涨，4浪下跌，5浪上涨，上涨完之后又重新走一个 A、B、C 浪，这是非常典型的波浪理论讲的5浪上涨，3浪下跌。但是你不能确定的是这几浪是否是存在于它的一个更大一级别的主浪里面，你也不能确定这几浪是不是存在更细小的子浪。那总而言之呢，5浪上涨3浪下跌的波浪理论，它每一浪的构成都是由 A 点和 B 点2个价格点构成的。这2个价格点呢，归根起来它是一个线性的思维。那线性思维我们都知道是1维的思维，这个维度显得比较低。那么我们把这个结构画出来之后，就可以根据已知条件当前行情已知条件无非就是波峰连线、波谷连线2条线构成了比特币的一个运行区间。在这样的一个运行区间当中，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28000到26500这样的一个运行区间，它处在这样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当中。那么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我们认为前面行情当中也是，这是一个近焦点发生变盘下跌，然后走到接近第2个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突破。那么目前行情通过这样的震荡，我们看到上方压力线是在28000美金，下方支撑位26500。未来在这样的区间震荡之后，再次接近焦点的位置，就是有可能发生变盘的位置。
那么我们看到焦点位是在11月20日，然后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在10月中下旬，在这个区间上有可能发生变盘，同时结合我们本月是10月份啊，比特币月10月份，因此呢大概率是会出现上涨的，所以呢本轮行情虽然美股出现反复的下跌探底，但是比特币依然在它的震荡区间坚守。那未来呢，比特币月到达10月中下旬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知道它是酝酿啊一个多头的一个结构，反复震荡之后形成了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老话常说的啊，横有多长，纵有多高啊，所以呢，震荡完成之后，我认为大概率会重新突破上方$28,000这个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压力线，同时呢，也是144均线、169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这个位置得以突破之后，我认为新的一轮行情将要到来。那这轮行情呢，是比特币在2025年牛市行情当中的一个熊牛更替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因此呢，对于多头来说分布式进场甚至止损，把握趋势是目前熊牛更替当中我们应该做的。那么因为今天比特币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所以呢山寨币表现不佳。根据我们多空数据这个实时的从15分钟级别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多空数据显示，今天有多头表现的在4小时级别上的只有3个当然了，我们在行情当中通过这个热点分析iCoin 上的热点分析也可以看到今天比较热门的币种 AVAX 今天涨势也比较不错。那么回到 AVAX 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刚刚出现一定的表现，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AVAX 出现了一个空仰线、八节仰线，那么上方可能会出现上层仰线和唐层仰线。当然了，重点的关键性点位是在$12.6附近，这个点位呢是144均线和169均线粘合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痛点。我们看到前面一轮行情反弹到这个位置上之后，迅速开始下撤。所以呢，虽然 AVAX 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热点，量价齐升，并且呢，我们看从小时线级别发动突破之后它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上攻的动作。那么上攻动作最终呢可能会演变为熊市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但是呢，如果在这个位置上进场仓位的话，我们的预期目标呢是在$12.5附近，同时呢，在这里面也要设置止损，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它的趋势是上行动作，止损位呢，我们可以设置在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9.5附近。这样的话呢，有了止损，有了上面的空间，在把握趋势的前提下就容易获得这种山寨币的利润。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多空数据，今天出现了几个币种 ，BAK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历了一大轮的下跌，最近几个交易日表现也还不错经常进入到我们多空数据的龙虎榜。同时呢，也可以看一下 LQTY 这个币种的名称非常拗口，但是呢，它是一个 Binance 平台上23年2月份上线的一个次新币种，最近几个交易日也受到了一个成交量的关注。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标准的突破动作，这里面包括了5日均线和10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我们可以将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当做是操作线那么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当做是观察线，只要操作线突破观察线，就是一个多头的信号。这里的话，目前价格是在$1.2，它的止损位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设置在这个黄色线144日均线附近，也就是说$1附近可以设置止损$1.2如果感觉这个20%亏损有点多的话，你可以把止损设置在169日均线附近$1.1附近这个位置上是止损这个2道止损线都可以分别进行减仓。如果打下来之后，迅速果断减仓。那么目前它是一个突破状态，那么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量价齐升，并且呢上方出现了日线级别上涨吸收，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最终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收。周线级别上涨吸收目前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节阳线，上方有机会出现杀层阳线、唐层阳线。如果最终能走出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收，目标点位1.65美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